在华语武侠电影史上，胡金铨完全是一个符号般的存在，他代表着传统世人的旧派武侠，拍出来的电影都有着浓厚的文人气质，讲究的是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意境和韵味。在胡金铨的中后期作品中，完全把武侠电影带入到了一个更高的精神境界和层次。这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1979年上映的《空山灵域》，改编在韩国的多个历史遗迹实地取景。由于海印寺中保存着很多国宝，所以导演胡金铨悄悄花钱买通了看守，才得以在寺中更加自由地拍摄。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片中所有的和尚群演都是监狱里的在押囚犯和精神病人。故事讲述了在云雾缭绕的深山中有座千年古刹，名叫三宝寺，寺中藏有许多珍贵的佛学古籍，其中有本玄奘法师亲手抄录的经书，被天下人视为无价之宝。老住持因久病不愈，自感时日无多，所以准备从弟子里挑选一个作为新住持，同时继承珍贵的经书。因三宝寺历史悠久，庙大人多，所以老住持就请来几位方外的朋友共同商量和见证。首先到达三宝寺的是富商文安，这几年他供养的银钱不下10万两，是寺里主要的经济来源。这次之所以请他来，就是希望他能对将来的新住持多多照应。不过心怀鬼胎的文安，此行却带着女飞贼白狐一起来到寺中，欲趁机偷盗经书。待入住厢房后，白狐和同伙凭着高超敏捷的身手，穿厅过树，翻墙越舍，很快就来到了藏经阁。正要开锁时，二弟子慧文却突然闯了进来，两人一时间不知所措，只能尴尬地笑着。不过万万没想到的是，慧文非但没有阻拦他们，反而还拿出钥匙帮他们打开了门。原来慧文和文安早在暗中达成了一笔交易，只要文安能帮他争夺到住持之位，那么经书就归文安所有。接着白狐和同伙进入了藏经阁，可几经翻找却是一无所获。正准备前往其他地方搜查时，又恰巧撞见了刚刚到达寺院的王将军，于是两人只好匆忙撤离。而王将军作为当地的最高官员，此行表面上是来见证监督千年古寺的衣钵交接，但实际目的也是为了得到价值连城的经书。一日天下闻名的雾外法师也到达了三宝寺，他虽未出家，还带着一群美貌的侍女，但实际上精通佛法，已经到了心中无色的境界，其般若佛性远不是一般的和尚可比，所以就连老住持也亲自前来迎接。此时的三宝寺表面上看起来是风平浪静，实际上却杀机四伏。王将军和文安两伙人都分别勾结了大弟子和二弟子，欲谋夺经书，双方是笑里藏刀，明争暗斗。就在这节骨眼上，寺中来了一个朝廷囚犯，叫邱明。他因遭到王将军的手下张晨栽赃陷害，故而被以盗窃罪的名义发配充军，如今花钱买了度牒，才来到三宝寺中出家。老住持和雾外法师看他颇有慧根，便将其留在寺中洗地打杂。这天邱明来到山后打水，发现雾外法师一边讲经说法，一边又让侍女在旁边的湖中沐浴嬉戏。和尚们均把持不住，从大弟子到小沙弥都纷纷斜眼偷看。在这期间，只有邱明心无杂念地淡定走过，不回避也不主动去看。盘坐在岩石之上的雾外法师发现后会心一笑。与此同时，王将军以瞻仰为名向老住持借看经书，从而得知了经书藏于何处。当他派手下张晨前去藏经阁偷取时，女飞贼白狐已抢先一步得到了经书。于是双方凭着高明巧妙的身手，在亭台楼阁中开始了一场不动声色的争斗抢夺。数十个回合后，经书和念珠在打斗中意外散落在地。这时雾外法师的侍女们恰好路过，就将其全部捡起来交给了打杂的邱明。邱明疑惑之余，又在藏经阁中发现了盗贼专用的警铃机关，于是就向老住持禀报有人来偷取经书。雾外法师让其不要声张，以后就由他来掌管藏经阁。邱明担心自己难以胜任，恐弄丢了玄奘法师的手抄经书，而雾外法师说那都是世俗之见，经书不过是一卷破纸。不久后再次来偷盗经书的张成因撞见邱明未能得逞，于是就和王将军来了一招恶狗先告状，诬陷邱明曾是乡间无赖，偷盗东西被发配充军，
如今贼性难改，又来藏经阁偷东西，幸亏被自己及时发现，才没有得手。老住持和雾外法师虽然看穿了王将军的险恶用心，但并没有当场揭穿他，而是按照寺规将丘明吊在了藏经阁上。另外一边，三宝寺开始论经释道，以选拔新住持。几天下来，以大弟子、二弟子、三弟子资质最好。在进行最后的考核时，老住持让三人到池塘里打一桶清水回来。慧通，你说说，你这清水是怎么打的？弟子和师弟们同心合力，才打到一桶清水。你解给我听。就像千溪万水同归大海，才能照出一轮明月。慧文，你呢？弟子是用细沙滤出来的。哦，这就像修持有恒，常青俗虑，才能返本归真。慧师，听其自然，心清水自清。一日在衣钵的传授仪式上，让众人万万没想到的是，老住持并没有选择3个弟子，而是让打杂的丘明接替自己主持三宝。大弟子对此十分不满，于是煽动庙中的和尚以吃不饱菜不够为由去找丘明闹事，而丘明却很爽快地答应大家改善伙食。不过从今往后，庙中的所有的和尚不能整天念经打坐，要学着耕地种菜。因寺中的收入有限，支出都有定数，目前只要一改伙食，钱就不够用。为了借1万两银子来应急，丘明有意把经书暂时抵押给文安。奸猾无比的文安表面上满口答应，可心里却1分钱都不想出。趁着老住持举行涅槃仪式时，他暗地里派白虎前去偷盗经书。得手后，文安一行人急忙逃往了山下，并将紧追而来的张晨杀死。当两人被众多和尚围至山脚近处，正无路可逃时，发现河边停靠着一叶孤舟。就在这命悬一线的时刻，文安仍不忘和渔翁讨价还价，最终渔翁答应20两的价格渡两人过河。上岸后，歹毒的文安眉头一皱，杀心顿起，欲要杀人灭口。不过才要动手，却惊讶地发现渔翁竟然就是老住持。之后两人继续向山中逃窜，谁料又遭到了女侍卫的围追堵截。白虎寡不敌众，被制服在地。趁乱逃走的文安则在匆忙中跌下了山崖，而他费尽心思，甚至赔上性命换来的经书，其实不过是事先放好的一个空盒子。最后，丘明站在大殿前，拿出了经书的手抄真迹，说这张破纸多少年来都是本寺的祸乱之源，现在我就把它还给玄奘法师。随即他便将这本在世人眼中价值连城的经书付之一炬。接着丘明把早就拓印好的经书送给了王将军，希望他从今以后能更加重视佛理，一心向善。而白虎则决定出家为尼。在这部电影中，仅仅是一张破纸就折射出了人性的贪婪和残忍。大弟子和二弟子虽是修行多年的高僧，但为了住持之位，不惜同门相残，甚至网开杀戒，成了杀人越货的土匪强盗。而文安和王将军，一个是富甲一方，一个是大权在握，但人心不足蛇吞象，仍妄想把经书变为自己的囊中之物。为了名利2字，他们绞尽脑汁，不择手段，在这个过程中就渐渐迷失了自己的本心，甚至像文安那样到死都是执迷不悟。老禅师渡不了他，因为佛法如江边小船，可以载人，但若要上岸，唯有自渡。殿中的很多地方都透露着许多这样精妙的禅意，但禅这个东西说出来就变味了，所以胡金铨是通过剧情的发展来让观众自己意会。比如在最后的结局中，丘明之所以焚烧经书，其实就是在传达佛教禅宗的要义，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意思就是佛教的要义不用立文字，众生也不用依照文字来学佛，因为文字或者语言都是思想的一种载体和表现形式，在转换过程中或多或少都会失去其本来的含义，甚至完全相反。而最精妙和深刻的佛理，只能以心传心，一念即可顿悟。像老禅师在最后的考核中安排3个弟子去打水，就反映了弟子们不同的心性和佛性。记得在上次的解说中，我说如果是我的话，应该会拎着一只空桶回来。
实际上这恰恰是执着于空，执念反而更深更毒。而女飞贼白狐之所以会出家为尼，则是因为她性情天真直率。她始终不明白家财万贯的文安为何费尽心思要去偷这张既不能吃也不能用的破纸。心思单纯的她，比起那些虚伪世俗的人，要离本心更近，所以最后更容易看破出家。另外，电影中的很多情节和人物对应的都是佛教的典故，比如悟外法师的原型人物就是维摩诘，虽然他妻妾成群，身在世俗，但是心却能脱离于世俗之外。这就是我在《山中传奇》中说过的，心不住于表象，不住于空，这种精神境界是非常高的。而秋明的原型人物就是禅宗的六祖慧能。当年五祖弘忍传衣钵，大弟子神秀在夜里偷偷地写了一首诗：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厨房里一个打杂的和尚看见后，就写了一首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两者的境界高下立判，所以最后五祖弘忍将衣钵传给了这个打杂的和尚，他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六祖慧能。所以无论你是大弟子还是打杂的，无论是僧是俗，任何人只要有慧根有佛性，就可以传法度人。